2024年家有喜事，老表又回到我们岛上喝喜酒。刚好在喜宴结束的第3天，迎来了好天气。我们探海人的精神不会错过任何一次好天气，这也是历史以来第一次跟老表分家打鱼，一切安排妥当。早上7点钟，老表开着我们探海兄弟到了风塘，我在12点钟之后才能出海。大家好，我探海阿峰，现在是中午差不多1点钟，然后我今天开的是小狗号。另一艘船来打鱼。早上老表早就开我们探海兄弟去风塔了。今天我们就跟老表比一下，看他在风塔打得多，还是我们在这个暗礁附近打得多。刚好是第3天要回娘家，所以我中午这个时候才出来，连饭都顾不上吃，草就领了个红包，马上走。好了，现在马上打鱼。今天打回来的鱼可能有一半要送人，就看今天的运气给不给力了。这个水看着也还可以，冲！不想那么多，来了就下水。哎呀，这个水嘎清，石头，跳。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，办喜事没有过3天是不能出来工作的。但是这么好的天气，这么好的能见度，不出来真的太可惜了。我还听说这段时间我的运气可能会比较好，大自然的规律还是永远避免不了。现在中午也是潮位最低的时候，鱼情特别的拉胯，下了几潜只看到一条稍微像样的黑鲷，还有一条金丝火点。最后我选择了它，因为它比黑鲷更值钱。第一条金丝火点，就算是鱼情最不活跃的时间段，偶尔也会给你开一个小盲盒。1斤多的黑鲷，第2条。今天我用的也是漂流打法，顺着退潮的流向漂到了外海，这里水深大概8到9米。我在这里发现了4条黑金骨，为了选择其中的一条，我差点憋出了内伤。这4条黑金骨每一条都差不多大，在水下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衡量它们的大小，找出最大的那一条。黑金骨虽然很值钱，但是它们的个头还没有完全达标，也就没有太大的必要顶留在这里继续打它们。第3条黑金，今天的能见度确实是还可以，在水面8、9米就能看到底下的石头。现在潮汐已经接近最低位了，还有这样的能见度确实是很难得。鱼情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差。在我面前这条金丝火点，一开始真的不想打它。收获不咋地哟，油钱都打不回来。今天，4条，怎么打了6条？好像打了2个多小时。哎呀，先上来休整一下，找个好地方再打。最后我改变了策略，计算好当天的潮汐，等到涨2分潮以后我再打。潮位低，鱼情差，纯粹就是浪费自己的体力。来到这片礁石，我看到白色的软珊瑚，心里就踏实多了。我一个转身就发现了鱼群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个头都不大，不急，再等等。突然，我感觉到外围的动静很大，转身一看，一大群的黑鲷朝我这边压过来。看得出来，他们的警惕性很高，小心翼翼的在试探，在靠近。我知道机会只有1次，所以必须要选择一条大的。这一次潜伏的闭气时间超过了1分半，有点过分了。就算它挂底了，我也不能再去管它了。回到水面，再暴力把它拉出。哇，大黑鲷，牛死了！
我又回到刚才的位置，我的判断是正确的，一条黑鲷都没有了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外围应该是一条鱼路，继续等待，应该还会有其他的收获。果不其然，我看到外围有一条鱼的影子。大连尖，第3潜又来到这片礁石，现在看起来是空荡荡的，黑鲷群都被我打散了。现在主要看到有点分量的倒霉蛋，都把它带走。海蓝是我最不想打的鱼之一，除非它很大，要么是它很倒霉。潜水打鱼最大的乐趣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样的大货突然跟你遭遇，就像现在眼前突然一亮，甩手就是一枪。这是一条大后鲀，力气很大，一直在拼命的出现，我必须要跟着它贴近看一下位置稳不稳。终于上了一条大货了，终于上来一条大货了，哎，还可以，4条大货也还行，有点惭愧啊，打了一箱满满的冰，这么大一个箱，还打了那么几条鱼。现在的潮水已经涨到4分潮左右，这几年探出来的鱼点这么多，来个小丰收应该不难吧？我想多打一点黑鲷，所以我选择来到白色软珊瑚的礁石。相当完美，第一条鱼直接打了一发入魂，它连危险信号都发不了，就安静的走了。流死了！哎，这种黑鲷好吃，很肥。这个肥，超级肥！这里黑鲷超级多，起码都有几百条。在这里打过最大的就是后鲀，打过最值钱的就是黑金骨。现在它又来了，来的还不止一条。这里能见度不是很理想，要快速的找出最大那个目标，难度有点大，内心非常纠结，又怕它跑了。相当漂亮，我靠，4、5条黑金骨啊！只可惜只能打一条。又一条黑蜡。
又一条黑金菇，个头更大，反岸，哇！这里是我见过黑鲷最多的一片暗礁，鱼太多了也不好打，看得你眼花缭乱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做出选择。看他们游走的动态，这一潜的胜算已经100%了，随机应变吧。这种情况最好是打落单的鱼。今天能不能来个小丰收，就看这里了。又是帅气的一击，中午打到天黑之前回到农庄，先看一下老表的收获。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哎呀，你想。哎呀，今天收获空军，老表去丰塔一条鱼都没打到，但是他收获了100多斤的辣螺，刚好又是国庆长假，辣螺一上码头，价格就30多，除去所有费用，老表今天一天净赚3000左右。我中午12点多出去打了小半天，所有渔获算起来总价也有2000多，除去费用的话也有2000左右吧，收获还可以。第二天我们再接再厉。